原來已經有差唔多半年咧冇同大家驗過樓噶啦。今集同大家去到大埔白石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cky。新地位於白石角嘅 University Hill 啦，最近就已經陸續交樓噶啦。今集我哋就會驗收一個屋苑主打嘅兩房戶型。不過咧就係設緊廚嘅單位嚟嘅。另外都會睇下屋苑附近嘅環境有咩變化嘅。睇完之後咧，大家都喺下面留言講下睇法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仲未 subscribe 嘅朋友就快啲訂閱我哋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。新地呢一個呈以近似三角形嘅白石角優景里項目，分咗3期發展。係尖頂部分嘅嗰5座，屬於第一期 Silicon Hill， 有大概570幾房，喺幾個月前呢就已經收樓入伙㗎啦。剩低嗰10座就分別屬於 University Hill 第2A 期同埋2B 期，合共提供1295房。近期亦都陸續交樓。雖然屋苑位處白石角，但佢係遠離臨河一帶嘅屋苑群，所以大熱天時啦，我哋都揀咗搭車過嚟。而家屋苑對出暫時只係有2條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線，分別係來往大學站嘅272A 同埋沙田市中心嘅28號 S。遲啲就會再加多2條巴士線往返灣仔同埋大圍站。不過睇翻九巴網站啦，佢哋都唔係每日或者全天候行車。其實當初屋苑其中一個賣點就係政府計劃喺附近，亦即係而家較大運動中心嘅位置增建東鐵白石角站。的確由屋苑行過都幾方便㗎，即係大概4至5分鐘到就到。不過車站而家都仲喺研究工程可行性嘅前期階段。就算之後動工啦，部分工程亦都只可以喺夜晚非行車時段進行，每日只係得2個鐘啫。所以最快都要2033年先通車。換言之，居民都要等多最少9年。交通同配套一直都係白石角嘅死症。區內只有日龍灣一個小型商場，所以發展商都喺面向優景里一邊嘅物業基座設置咗商業街，提供23間嘅鋪頭。而家都開咗部分㗎啦。不過地產鋪就佔咗3間。另外有餐廳、一田超市、個人護理店同埋便利店。見到之後都仲有教育中心同埋洗衣店等等嘅。叫做一落樓就滿足到日常基本所需。但係想要更加多嘅餐飲同埋購物選擇，都係要去返科學園或者沙田市中心一帶。不過就算區內配套唔太完善，項目都依然賣得唔錯㗎。2022年嘅時候，發展商就以首批折實平均尺價17000幾蚊開賣第一期 Silicon Hill， 比起當時同區新進屋苑嘅二手尺價低大概8%。所以首輪都即日沽清。不過之後撞正樓市轉角，發展商隔1年推售 University Hill 2期嘅時候都要減價去貨啊。首批單位折實均價以貼市價16000幾蚊開出，比起第一期賣平近7%。所以呢2期首輪銷售亦都同樣能夠即日沽清。睇翻我哋28 House， 而家3期合共累售咗大概86%嘅單位，剩低250幾伙待售。今次我哋開箱嘅單位，業主 Dennis 就喺 University Hill 2B 期嘅時候先買入自住，嚟自優景閣第2座一個極低層嘅 B8 室，實用面積458尺，係屋苑少有提供嘅2房緊廚戶型嚟㗎。佢當時就以大概724萬成交，尺價係15800幾蚊。一入到嚟咧就係冇玄關位㗎，一眼咧已經可以望晒下飯廳㗎啦。咁飯廳呢度咧就大概78尺到啦。咁我都有問過業主啦，佢嚟緊咧應該會係沿住呢個 L 型位咧去做一組嘅玄關櫃喺度。其實隨屋都有附送成套家私㗎，包括圓形飯台、梳化、電視櫃、床同埋衣櫃等等，合共8件。不過發展商為咗方便我哋驗樓啦，就將部分家私暫時搬離咗單位。所以而家係睇唔到放齊咗所有家私之後，實際可以走動嘅位置究竟有幾多？過嚟客廳呢一邊咧就有大概86尺到啦。見到而家都擺咗個電視櫃同埋梳化喺度，距離都係適中嘅。而再喺呢度咧，側側地望咧，其實係可以望到屋苑嘅園林花園㗎。單位向西望內園，景觀唔算特別優質。不過就有一種好似自成一國嘅感覺啊。而 Dennis 對於呢一個景都有少少驚喜。因為我初頭諗住咁低層會望到直望條天橋，或者個距離會好近嘅。而家望落去都有個距離感，同埋都望到有少少遠山，咁都幾舒服嘅。當初點解會揀呢個單位嘅？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煮嘢食嘅，咁所以就睇啱呢度係2房緊廚啦。因為而家其實好多新樓相對地都用開放式廚房，咁對於我中意煮嘢食嚟講就真係幾唔方便嘅。佢當其時排到我就已經得翻呢一層同埋再低2層㗎啦，咁就冇㗎啦。衡量翻自己嘅嗜好同埋即係個生活覺得有個廚房係舒適啲嘅話，咁我最後都揀緊廚。
咁你本身係咪喺附近住㗎？我自己本身住喺東區嘅，係啦。咁其實之前住東區原因係方便翻工，咁嗰時未有小朋友咁所以就諗住近翻工會方便啲咁樣咯。東區我哋都有睇過1-2個盤嘅，咁不過普遍嚟講，東區樓齡都比較大少少。咁最後都諗住就翻屋企人啦，咁所以就搬翻沙田呢邊咯，或者白石角呢邊。其實都機緣巧合嘅。咁當日我哋睇完第一城一個盤，咁 agent 就話其實UH 呢邊都有個盤開賣緊喎，橫掂你都翻東區，不如我哋車你去ICC 度睇下樓啊。咁睇完我哋好快就決定，因為真係好啱心水。咁但係有冇實地考察過啊？其實本身我都有啲朋友住喺白石角呢頭嘅，咁即係之前同佢哋探訪，都覺得個環境比較清幽咁。之後我哋都實地考察過幾次嘅，同埋發展商就講到有個鐵路站會起啊嘛，咁所以就諗住都可以搜下咯，係啊。咁始終如果真係起得成，應該鐵路站就呢度一落樓轉彎就係㗎啦，有個憧憬啦少少啦，係。客廳冇窗，如果要通風嘅話，就要打開露台門。不過呢一道門，驗樓師康 Sir 就發現咗一個比較大嘅問題。咁我哋踎低咧呢個位置啦，你會見到個趟門底咧，而家呢度係有條膠紙嘅。咁呢個膠紙咧係之前佢哋做保護嘅時候咧，我嚟保護個框嘅。咁而家呢個膠紙咧就攝咗喺個趟門底。嗱，呢個咧都好麻煩啊，因為你見到而家我哋見到個尾，但係咧其實佢有個頭咧係喺中間呢個位置。咁要成個趟門竇起再拆出嚟咧先清到嘅。咁但係如果我照保留翻度，我唔處理得唔得？嗱，而家咧，你會見到呢個膠紙咧，其實我哋每一次開關嘅時候咧，其實個趟門咧係會刮到個膠紙。咁刮得多咧，其實有機會佢個膠紙會甩咗，之後就攝咗喺嗰個趟門底嗰啲碌仔度咧，咁有機會咧成個趟門咧係會甩嘅時候就麻煩啦。因為始終呢啲膠紙咧有機會佢會攝到周圍都會係嘅，咁可能如果你話成個甩咗嘅時候攝下唔知攝咗喺邊咧，個影響仲大，咁所以我哋建議咧，呢啲趟門如果有膠紙啊或者有垃圾嘅話，最好盡快清走佢。露台大概22尺，比較窄長，咁連埋攝影師啦，我哋3個人都只能夠排企啊。咁雖然空間唔大，但係康 Sir 都再發現咗一個小瑕疵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嚟到趟門嘅位置啦，你會見到呢件瓷磚咧，其實係有少少唔平嘅情況。咁呢件瓷磚你對比上面咧，你會見到其實係好平嘅。咁而特別呢一件咧係零零四四突咗出嚟。咁但係咧呢個位置咧，其實我哋就唔建議咧，如果佢冇空心嘅時候咧，拆咗佢再重新裝過啦。因為呢啲瓷磚佢呢個位置其實係貼近個框嘅。咁如果你話有時換咗嘅話，未必係好，因為有機會咧換嘅時候打穿個防水咧就比較麻煩啦。呢啲位置。咁其實發展商今次咧都有跟埋上嚟單位㗎，咁佢哋都立即派人處理。咁喺佢哋清理緊趟門膠紙嘅時候，我哋就過翻去睇睇業主堅持要嘅廚房啦。咁設曲尺型工作台面，咁同出面唔同，呢度嘅櫥櫃就加入咗深藍色嘅元素。咁佢都配備咗3頭主席爐喺度嘅，咁見到個備餐空間都係依然非常之充足。咁上下咧都有唔少儲物櫃嚟去儲物啦。咁除咗呢啲櫃之外咧，咁其實喺雪櫃嘅隔離咧拉出嚟都仲有啲層架喺度嘅，咁可以擺下調味料咁樣。嗱，不過見到咧，其實佢同道門咧都幾近下㗎。如果出邊咁啱有人想開門入嚟嘅話咧，會撞得到。至於家電方面，配備嘅蒸焗爐同埋洗衣乾衣機都係嚟自西門子，而雪櫃就嚟自另一個德國品牌 Bosch。咁浴室就會喺呢一邊啦。咁其實見到個面積都係中等嘅，不過發展商咧都刻意用咗趟門啊，令到裏邊個空間咧就會感覺更加大啦。浴室係黑廁切其缸，淋浴空間都闊落㗎。咁洗面盤上面就唔係鏡櫃，而係普通一塊鏡。嗱，不過都冇少咗收納空間嘅，因為發展商喺座廁上邊都安翻個灰鏡嘅鏡櫃，某程度咧都算多咗個角度嚟照鏡啦。兩間睡房就係客廳嘅左右兩邊，都同客廳同向。不過喺主人房咧就多咗一隻減音窗。咁可能因為呢一處高啲嘅單位啦，都會對住車來車往嘅吐露港公路，咁所以都做咗噪音緩解措施。嗱，啲窗咧驗樓師就揾唔到問題啦，反而係窗前嘅呢一塊玻璃防護欄就發現咗崩花，需要更換。因為呢啲崩位咧，而家喺入面咧，其實我哋輕輕摸落去咧，其實有機會佢會有少少刮手。咁始終有時業主行出行埋都會整到。嗱，咁呢啲玻璃欄咧，其實如果發展商有訂貨或者有存貨嘅話咧，其實佢哋一換上嚟咧，可能係10分鐘內嘅嘢咧，其實都係可以處理嘅。如果你話係幕牆嘅話咧，崩咗少少，我哋多數建議佢輕輕修補。咁如果你話係大崩嘅話咧，呢啲玻璃先會換嘅。因為幕牆咧，如果你話係換玻璃咧，係比較複雜同埋比較麻煩。咁如果換得唔好嘅話咧，有機會令到樓下嘅單位咧會有漏水嘅情況。
嗱，呢間主人房咧就大概70尺度啦，咁都四四正正嘅。咁我都有問過業主啊，咁佢就會喺呢一邊咧做一張 king size 嘅床，咁另外呢度咧就會擺一個入場嘅衣櫃啦，咁呢一邊咧就會擺一張梳妝台喺度。我哋睇埋間細房啦，咁遲啲就會係仔仔同埋工人姐姐嘅房，應該會靠窗做一張碌架床。咁房間大約56尺，天花陣位相對多啲同埋厚啲，咁所以做衣櫃嘅時候就未必能夠善用到3.15米高樓底嘅優勢，將衣櫃做到上頂。咁雖然間房同客廳同主人房同向，不過因為喺大廈佈局上面係凹咗入去啊，咁加上比較貼近旁邊嘅一座，所以視野角度都會冇咁闊。咁喺呢一間房，驗樓師就冇發現到任何嘅瑕疵，而睇翻成個嘅單位啦，都冇咩問題。咁加上每當驗樓師指出有咩問題嘅時候，發展商嘅執修團隊都即時處理，咁所以最終得出超高分99分，咁只係喺窗同埋整潔上扣咗少少嘅分數。咁發展商回應時都話到啦，相關單位嘅執修工作已經完成，而家係等緊業主簽收。咁希望其他單位嘅交樓質素同埋執修待遇都會係一樣啦。驗出高分又完成執收，業主都自然放心啊！不過估唔到，原來 Dennis 之前對新盤係有啲抗拒，咁直到小朋友出世之後，心態先有轉變。我成日覺得管理費啊，或者會所設施我未必需要用到，咁管理費可能會貴咗，因為有個會所。咁後尾發現呢度管理費講緊48尺，咁自己又有小朋友啦，咁可能嚟緊用會所嘅時間，或者佢用會所嘅時間會多咗咯，咁所以都接納咗可能俾貴少少管理費，咁但係可能多一啲設施，可能設施可以用得到咁樣。係個餐廳比較特別少少啦，佢會所有2間餐廳嘅，以我所知。咁今日適逢係禮拜二，咁佢咁啱就2間會所嘅餐廳同時間星期2係唔開嘅。如果佢能夠做到可能間住休息，咁對可能住戶啊或者業主啊，其實都會方便嘅，因為始終即係老實講，白石角呢邊食物啊、食肆啊都唔係話好多。嗱，呢度嘅會所係採用雙子式設計，分咗2翼，提供超過40項嘅康體設施。咁除咗 Dennis 啱啱所講嘅餐廳之外啦，室內仲設有24小時健身室、多用途籃球場、兒童遊樂設施，同埋長大概25米嘅室內恆溫泳池等等。咁另外室外亦都設有長大概50米嘅泳池、園林花園、瑜伽草坪同埋長超過400米嘅緩跑徑等等。咁至於車位方面，3期合計只係有260個嘅私家車位，其中 University Hill 佔162個，平均8戶爭1個車位啊，比例嚴重不足。而本身成個白石角啦，車位數量亦都唔多㗎。雖然 University Hill 啱啱入伙啦，但市場消息就話喺6月初嘅時候，2A 期洋景閣第3座一個低層2房特色戶，就面積435尺，業主喺上會2個幾禮拜之後，就以大概655萬折讓價易手，尺價係15000幾蚊，成為屋苑首宗嘅2手成交。咁原業主喺舊年5月以大概700萬買入單位，唔計發展商提供嘅回贈，今次轉手，原業主帳面蝕大概45萬，單位喺期內貶值大概6%。參考我哋28 House 嘅網站，成個屋苑而家有大概17個嘅放盤，2房叫價由630萬起，咁至於租盤就大概62個，2房叫租由15000蚊起。如果好似驗收單位咁樣啦，接緊住嘅租盤就由18500蚊起步，尺租大概係40蚊，都同市場嘅成交價相若。咁我哋都以屋苑第一宗租務個案作為例子睇睇啦。第一期 Silicon Hill 一個受面積409尺嘅高層2房單位，設開放式廚房，4月嘅時候就以16500蚊租出，尺租大概係40蚊。以業主大概827萬嘅買入價嚟去計算，喺未扣除管理費之前，租金回報率大概係2.4厘，高過大市水平。嗱，今日驗收完呢個單位之後咧，大家又覺得點樣呢？都喺下面留言話俾你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